传言2025年7月5日这天将有灭顶的大灾难，日本甚至有1/3的国土要沉没。这个末日论可不是某个无名小卒乱讲的，而是出自一位在日本相当传奇的漫画家龙树亮。他过去曾经神准预言2011年3月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因此如今他关于2025年的可怕梦境引发了全亚洲的关注和恐慌。很多人都在问，这场7月5日大灾难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预言只是用来提醒我们避过劫难的警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龙树亮预知梦背后的故事，他的新书如何澄清7月5日预言的真假，并且深入解读梦境中透露的5大惊人讯息。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预言的主角龙树亮。他今年70岁，是日本一位资深的女性漫画家。早在20多年前，龙树亮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所看见的未来》的漫画作品，记录了他多年来做过的一系列奇异梦境。乍听之下，梦境笔记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本漫画非同小可，因为其中一个梦境精确命中了现实。龙树亮在漫画中提到，真正的大灾难是在2011年3月，结果真的发生了举世震惊的311日本大地震。这场在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引发巨大海啸并造成惨重伤亡。而龙树亮早在1999年左右就透过梦境预先看见了这一幕。当多年后灾难应验时，许多人回过头发现，我所看见的未来漫画里竟然写着这件事，无不感到脊背发凉。这也让龙树亮一夕之间从默默无闻变成传奇人物。他被称为神预言的漫画家。漫画绝版多年后，网络上却哄抬到高价疯抢。由于311预言成真，龙树亮的声名大噪，他笔下描述的其他未来场景也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所有尚未发生的预知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2025年7月的大灾难。龙树亮曾在漫画的最后留下这么一句话：如果梦中的日期就是灾难发生的日期，那么下一场大灾难会在2025年7月5日发生。光这一句话就足以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因为那暗示着今年7月，日本周边将有比311海啸还要强3倍的巨大海啸袭来。更可怕的是，龙树亮在梦中看到的灾难场景不仅仅影响日本、台湾、香港、菲律宾都在劫难逃。这场灾难仿佛世界末日一般，海底火山剧烈爆发，大地震引发100米巨浪，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他梦见在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海底板块忽然出现巨大的裂缝，绯红的岩浆从海床喷涌而出，随即而来的是高达数十层楼的超级海啸，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周边的陆地。梦中的他仿佛灵魂出窍，俯瞰着整个灾难现场，漫天水墙吞没了城市，海岸线被改写，日本有将近1/3的国土被海水覆盖。而在巨大地壳变动之下，海面上竟隆起了一块新生的大陆，硬生生把台湾、菲律宾和香港给连成一线。这画面宛如神话，两条宛如巨龙的云雾在天空飞舞盘绕，仿佛宣告着地狱之门的开启。不得不说，这种场景如果不是亲眼梦见，任谁听了都觉得难以置信。一场超乎想象的大灾难，再加上一个精确到日期的预言，这两者结合起来所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随着2025年逐渐接近，7月5日大地震的说法在网络上疯传，讨论度一路飙升，特别是在华人世界、香港和台湾的社群媒体上，很多人转发相关讯息。想想看，如果有人告诉你今年7月日本要沉没，还点名我们台湾也难幸免，你会作何感想？有人半信半疑，开始研究逃难路线，有人则嗤之以鼻，觉得这只是无稽之谈。然而，也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宁可信其有，毕竟这位漫画家过去真的猜中过一次惊天大灾难。在香港，就有不少打算暑假去日本旅游的人因此打退堂鼓，干脆延后或取消行程，航空业都受到了影响。据说一些香港飞日本的航班在7月初出现大量退票，甚至航空公司不得不减班，取消航次。这场预言已经提前在旅游业掀起了风波。
日本当地也有人开始囤积物资，购买紧急避难背包，防灾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而龙树亮的那本老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完全版更是在今年疯狂热卖，销量节节攀高，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踪影。出版方特地在东京的电车车厢里打广告，上头醒目的写着真正的大灾难就在2025年7月，旁边配着巨浪毁灭城市的骇人插图，刺激着所有乘客的神经。整个气氛被渲染得宛如灾难。电影即将在现实上映，许多人每日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新闻。今天地球还好吗？日本有没有异常？仿佛随时在等待那剧本里写好的时刻降临。不过，越是这样山雨欲来的时刻，日本官方的科学单位就越坐不住了。针对网络上流传的这些末日言论，日本气象厅也出面澄清并辟谣。日本气象厅长官野村隆一在6月中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以现代科学而言，目前无法精确预测地震的发生时间、地点或规模。所谓7月5日大地震的传言并没有科学根据，可以视为谣言。然而，他话锋一转，也提醒大家，无论你相不相信预言，日本这个国家随时都可能发生地震，倒不如借此机会检视一下自己的日常防灾准备是否充足。这番话听起来很中肯，预言靠不住，但防灾不能不做。说到底，日本政府是不希望民众被谣言吓坏，但也乐见大家提高危机意识，多做准备。毕竟灾难预言闹得再凶，也比不上一场现实中的地震来得直接。所以气象厅干脆将计就计，用这股舆论热潮来教育民众随时做好准备。这操作还挺务实的。除了官方辟谣之外，其实在香港引发预言恐慌的另一大推手是一位香港的玄学风水师。今年稍早，这位风水师也曾对媒体放话，说日本在春天有危险期，甚至直指4月和5月可能出大事。他的预测在香港媒体上散播时，刚好撞上龙树亮漫画预言的热度，两相加成，让香港市民更紧张了。有趣的是，4月18日，日本长野真的发生了有感地震。5月底，北海道外海也晃了一下。虽然都不算什么毁灭性的大震，但这位风水师却顺势表示，你看，我的预测应验了，因此7月应该就平安无事，不会再有更大的灾难了。这番话倒是给焦虑不安的香港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春天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夏天大家不用那么怕了。当然，这只是玄学界自己的说法，信不信由人。从科学角度看，地震多发并不表示后面就安全，反而可能意味着板块能量尚未完全释放也说不定。所以7月到底会如何，谁也不能打包票。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更关心的是，那位真正提出7月5日预言的人龙树亮本人最近到底有没有出来说句话。毕竟谣言漫天飞之际，大家都想知道他本人的最新态度。如果连他自己都出面改口了，那是不是代表可以放心？如果他依然坚称灾难一定来，那岂不是更糟？幸好就在7月即将到来的前夕，龙树亮终于打破沉默，通过新书和声明亲自澄清了这个预言的真相。今年6月15日，龙树亮自费出版了一本全新的著作，名字叫做《天使的遗言》。从书名就感觉得到浓厚的寓意。遗言在中文里有点像临终前的最后话语，带有终极宣告的意味，而天使则象征希望、守护与引导。把两者合在一起，天使的遗言这个书名听起来既神秘又温暖，仿佛是一位守护天使留下的最终讯息。许多人猜想，这会不会是龙树亮想用最后一本书把多年来埋藏在心中的话一次说个明白。事实上，正如他书名暗示的，龙树亮在书中倾诉了许多肺腑之言，包括他对命运和灾难的看法，以及对这场7月预言风波的亲自辟谣。值得一提的是，天使的遗言并非一本单纯罗列预言的书籍，它更像是龙树亮的自传与心路历程。书中从他的童年写起，讲述了他如何踏上漫画创作之路，以及这些年来那些离奇梦境到底从何而来。他甚至探讨了关于灵魂、不可见力量等哲学话题，可说是相当深入。龙树亮表示，他希望透过写这本书传达正面的能量给读者，呼吁大家无需过度恐慌，遇到危机时应该冷静应对，
真正重要的是培养平时的防灾意识和互助精神。换句话说，他并不希望自己的预知梦被解读成单纯的恐吓式末日预告，他更在意人们从中学到什么。同时，他也在书中坦言，看到网络上流传许多断章取义的解读，甚至谣传他讲过一些其实他没说过的细节，让他感到很无奈。因此，他决定出这本《天使的遗言》，把话说清楚，以正视听。那么，龙树亮究竟做了哪些澄清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他在新书中亲自辟谣的重点。首先，他特别点出了网络疯传的所谓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会地震这件事。很多传言言之凿凿地说龙树亮预言，连时间都精确到分，什么7月5日凌晨4点18分，日本会大地震之类。龙树亮看到这些传闻简直哭笑不得。他在书中特别澄清，凌晨4点18分其实是他梦见那个场景时，梦中的时钟所显示的时间，而不是未来灾难发生的时间。换句话说，他在1999年的那场预知梦里意识到梦境时间是凌晨4点多，但这只是他做梦的情节之一，并不是对应现实将发生灾难的确切时刻。这就好比你梦里看见墙上时钟指着4点18分，但梦醒后不能径自认定现实里某天那刻必有大事，这是两码子事。所以坊间流传的7月5日清晨4点18分大地震纯属误读。龙树亮说，当初漫画里提到4点18分，原意只是如实记录梦境细节，从没打算拿来当作现实预报，没想到后来被传得好像铁板钉钉一般。他强调，梦境与现实并非一一对应，梦见某日某时发生灾难，并不代表灾难真的会在那日那时发生。再来，关于日期本身，他也做出了更细致的说明。龙树亮在漫画中曾写道，真正的大灾难是在2025年7月。这句话之前可是让无数人心惊胆战。然而在新书中他透露，这样明确的表述其实有点脱离他本意。原来当年初我所看见的未来完全版时，出版社为了行销效果，倾向于用比较耸动的语句来吸引目光。也就是说，大灾难就在2025年7月，这种几乎宣告式的语句多少是编辑部的决定，并非龙树亮亲口一字一句写下的原话。他对此其实心有不满，总觉得语气太过绝对，容易引起误解和恐慌。但书出版后木已成舟，造成的风波他也始料未及，所以这次在天使的遗言中，他亲自把话说开。梦境中出现的那个日期，其实可能代表的是人们真正意识到灾难来临的日子，或者无法挽回的现实被确认之日。听起来有点悬，但换种说法理解就是，也许2025年7月某天，人类会猛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威胁正在眼前，从此世界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和一般人以为的灾难会在那天从天而降并不相同，而龙树亮想表达的是后者，一种转折点或警钟的意义，而不是斩钉截铁地说那天一定爆发什么灭世灾祸。它等于是削弱了那个具体日期的必然性，同时强调7月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关键时段，但不是要大家惊慌失措。总而言之，龙树亮本人并没有完全否定2025年将有大灾难这件事，他只是修正了大家对7月5日这个日期的误解。他的态度比较像是灾难有可能来，但别死盯着某一天，重要的是未雨绸缪。龙树亮透过出版社发表的声明中也说了类似的意思，他表示非常欣慰，看到社会大众因为这个预警而提升了防灾意识。如果他的梦境能对减轻灾害之伤略尽绵薄之力，他也会感到欣慰。他甚至在声明中提到，自己最近出门也会更谨慎，并努力储备物资、防灾用品。怎么样？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想笑，预言者本人也在囤粮。没错，龙树亮虽然不想大家过度害怕，但他自己也抱着做好准备总没错的想法在行动。这说明什么？或许说明他对梦中的景象还是心存敬畏的，毕竟那场景太逼真、太震撼，谁敢保证绝不会成真呢？龙树亮在新书里也重申，他记录的预知梦纯粹是如实分享，至于哪些梦会成真，哪些不会，他自己事先其实也不确定，唯有等时间过去，结果验证后，才能判断那个梦是不是预见了现实。
因此他的心态是保持客观，不煽动也不隐瞒，该提醒的提醒，但也不想吓坏大家。这就像他在书的后记中感慨的一句话：预知是警告，因为能够避免，所以才被看见。他相信上天给了他这些特殊的梦，其目的不是宣告末日让人绝望，而是提前亮起红灯，希望更多人警觉后能采取行动，从而减轻伤害，甚至避免悲剧发生。这心态其实相当正面，也谦卑，并不是某些人想象中那种自诩先知、危言耸听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重头戏来了。龙树亮在天使的遗言中，除了澄清日期与时间的误解之外，还亲自解读了他那场海啸之梦中隐含的5大讯息。可以说，这5点几乎是对未来可能降临的灾难给出更具体的暗示与预警，让整件事更加耐人寻味。下面我们一条条来看看，这位梦见未来的漫画家究竟从他的梦境里听到了哪些细思极恐的线索。第一点预言讯息：冥王现身，灾难来自地底。龙树亮透露，在那场可怕的海啸梦中，他清楚地听见有人在大喊一个名字：哈迪斯。哈迪斯是谁呢？熟悉希腊神话的人一定知道，哈迪斯 Hades 正是古希腊神话里掌管冥界的神祇，相当于冥王、地府之王。梦境出现这样的细节，让龙树亮毛骨悚然，因为这仿佛在暗示灾难的来源与性质。冥王代表着地底的黑暗力量，他的名字出现，意味着灾难可能来自地下深处，例如大地震、火山爆发这类源自地球内部能量的灾变。同时，冥界之门开启，也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仿佛说这不是寻常的自然现象，而更像一种天地警示。龙树亮将梦中听见哈迪斯之名视作一记警钟，假如真有冥王降临人间，那必定是生灵涂炭的巨变。所以他认为人类对地下潜伏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平常看不见摸不着的地底能量一旦爆发，将会是毁天灭地。我们不妨回想一下311东日本大地震时有没有类似冥王的隐喻。其实就有，当时日本媒体后来把引发海啸的地震震央附近海域称作龙宫，传说中海神居住之处。而这次龙树亮梦里直接点名冥王，感觉级别更升一档，让人不寒而栗。第二点预言讯息：残破的豪华客轮，全球灾难警讯。龙树亮的梦境里出现了一幅令人玩味的画面，大海之上漂浮着3艘残破的豪华客轮。这3艘游轮奢华却破败，其中有一艘颜色鲜红，显得格外醒目。奇怪的是，船上载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包括韩国、美国、印度、法国等各国的人。这3艘残破巨轮载着各国乘客，正驶向世界各处。这个意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龙树亮认为，这暗示着这场灾难的影响绝非局限在日本一国，就好像3艘船象征3股巨浪，将全球各地的人们卷入其中一样。红色的豪华客轮或许象征流血和警告，而不同国籍的乘客意味着各国都将受到波及。换句话说，2025年7月的这场恶灾如果成真，很可能不只是日本的国难，更是全球性的危机。回想311地震引发的福岛核事故，其实就影响到全世界对核能安全的警觉。而这次梦中的景象更进一步，仿佛是在说，各国命运在巨灾面前紧紧相连，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这个讯息提醒我们，当今世界高度连接，一个地方的巨大灾变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身处别国就掉以轻心，反而应该有全球观，一起正视这类人类共同的挑战。第3点预言讯息：大灾难将改变陆地地貌。龙树亮在新书中特别强调，他过去在漫画中画的那个巨浪滔天淹没城市的场景，其实并不是在描述2011年的311海啸，而正是指向2025年7月可能出现的更巨大灾难。简单说，他认为未来这场大海啸的规模将远远超过311，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强大到可能让陆地的样貌都因此改变。比如他梦见的那块新生陆地从海中隆起，把台湾、菲律宾、香港等地连成了一条线，这就属于剧烈的地形变动。有陆地隆起，势必也有地方沉陷。
难怪有解读说日本有1/3国土消失，其实就是被海水永久淹没或地壳下沉。这听起来相当夸张，我们平时难以想象现代还会出现改天换地的天灾。然而地质学上并非没先例，远的不说，印尼在2004年的大地震海啸就让苏门答腊外海海床抬升了10几米，甚至出现新小岛。如果龙树亮梦境成真，那规模要比印尼大得多，亚洲的部分版图将被重新排列组合。他画漫画时曾描述过日本、菲律宾、香港将连成一线的景象，如今回头看，竟和他梦里所见如出一辙。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么离谱的地壳变动真的可能吗？科学家或许会摇头说几乎不可能同时发生，但龙树亮的梦给人的感觉是仿佛有什么神秘力量在操纵，让地球在一夜之间巨变。这就不是单靠科学几率可以完全解释的了。也许正如很多寓言故事的特点，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但意象惊人。如果真到了无法挽回的那一天，我们或许才会明白梦中那些画面的真实含义吧。第4点预言讯息：物资极度短缺，人性面临大考验。龙树亮接着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警告：一旦灾难发生，日常物资将瞬间变得极为珍贵，这将是对人性的巨大考验。他在梦中体会到，那场灾难发生时，一杯干净的水，一片面包都会成为奢侈品，能不能得到它们将攸关生存。而人在极端环境下，善与恶、自私与无私都会被无情地放大出来。有的人可能为了一瓶水大打出手，暴露人性中自私残暴的一面，也有人会愿意分出仅有的食物拯救他人，展现出无私与大爱。可以说，灾难会瞬间照出每个人的内心。龙树亮透过新书提醒大家，平时就该做好心理准备和物资准备，特别是干净的水源和足够的现金。水是生命之源，大灾来时，如果供水系统毁了，存水就是救命关键。而现金在紧急时刻可能比数位支付可靠，灾难时电力通讯可能中断，还是现金能买到东西。他这番叮咛其实就是要我们未雨绸缪。别看平日里超市货架上吃的喝的一大把，一旦天地异变，补给断绝，人类文明最脆弱的一面就暴露无遗。我们能否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守住道德，这确实发人深省。不过龙树亮的重点还在，请做好准备，就算不发生超自然的大海啸、地震、台风、火灾等，也可能造成短暂物资短缺，所以家中常备一些水和食品是很有必要的。看来预言也好，常识也罢，这条建议都值得每个人采纳。第5点预言讯息：灾难日期的真正意义。最后一点，龙树亮再次强调了关于7月5日这个日子的特殊含义。虽然他已澄清凌晨4点18分不是灾难发生时刻，但他依然坚持2025年7月是一个人们真正意识到灾难或确认无可挽回现实的时间点。也就是说，就算7月5日当天不一定有事，整个7月仍可能是决定性转折的关键月份。这番话耐人寻味。如果换成小说的语境，仿佛在说命运的齿轮将在7月开始转动。龙树亮没有明说7月一定会发生什么，只是暗示这个月份对未来走向极为重要。也许在7月，某个重大的变化会发生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板块能量的累积到达临界，或者气候、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不可逆的转折。总之，7月可能是灾难真正拉开帷幕的时候，哪怕灾难本身可能在之后才全面显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片的剧情？身处现实的我们很难理解这些话的具体指向，只能等时间去验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龙树亮虽然缓和了大家对7月5日当天的恐惧，却也没有让我们对下半年掉以轻心。他其实是在说，不要以为7月5日平安度过就万事大吉，可能整个2025年下半年都是多事之秋，人类仍需提高警觉。这也算是给过度乐观的人当头泼了盆冷水吧。以上就是龙树亮新书中揭露的5大预言重点。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安抚人心，不希望大家陷入无谓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毫不避讳地把梦里看到的可怕细节摊开讲，警示意味十足。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讯息呢？有人也许会问，
万一7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龙数量不就被证明是错的吗？的确，预言这种东西，要么应验，要么落空，中间没有灰色地带。然而龙数量自己似乎早就给出了答案，预知梦的意义在于提醒，而不在于炫耀准确度。如果最终我们平安度过了今年7月，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预言的广为流传，提高了人们的防灾意识。上天有好生之德，让灾难规模减小，甚至化解于无形。也就是说，预言没发生，未必代表预言错了，或许代表预言发挥了作用。这种观点听起来有点神秘色彩，但不失为一种充满智慧的想法。正如龙数量所言，预知是为了避免，因为可以避免，所以才被预知。如果所有人因为他的警示做好了准备，灾难即使来袭，也能大难化小，小难化无，那这场预知梦岂不是功德无量？反之，如果明知可能有难，却毫无作为，等灾祸降临再追悔，那才是预言存在的真正悲剧。至于科学的角度，我们也不妨务实一点看待。今年7月是否发生超级地震海啸，谁都不能打包票，但地球本身就处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极端天气频繁，地震火山活动不减，我们随时可能面对各种天灾。与其纠结预言准不准，不如踏踏实实做好防灾措施，家里备好紧急避难包，熟悉逃生路线，学会简单急救，这些对任何灾害都是通用的生存法则。日本和台湾本就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大大小小的地震不停，早有防震减灾、常态准备的必要。龙数量的预言不过再次敲响了警钟，提醒健忘的人们不要轻忽大自然的威力。就连日本气象厅也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不管你信不信预言，日本都要防震，天天都当作地震日来准备，那么预言的日子自然不足为惧了。聊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龙数量和他的预知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恐惧，更有思考和启发。从他坦然分享梦境，到适时出面澄清，再到提出积极的应对建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诚而负责任的长者形象。他并没有利用预言去大肆谋利或散播末日狂热，反而自己贴钱出书，就为了让大众正确认识这件事。这份初心实在难能可贵。有些人可能将信将疑，觉得他不过是蒙对一次的幸运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梦境确实给很多人提了个醒。预言的世界本来就处在科学与未知的边界，有人相信直觉和超自然，有人笃信理性和证据。龙数量的故事或许正好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契机。如果直觉梦境预示了危险，而理性科学又无法提前验证，你会怎么做？是一笑置之，还是将信将疑的准备以防万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无论如何，保持敬畏，保持准备，总是不会错的。就像买保险一样，希望永远用不着，但万一不幸用上了，就不会后悔当初的准备。随着预言中的7月临近，我们很快就会迎来那个备受瞩目的日子。也许到时候风平浪静，大家庆幸地松口气，笑称这又是一场虚惊一场。也或许真的有意想不到的灾变，让全世界屏息。但不管结果如何，龙数量想传达的信息早已传开。珍惜当下，敬畏自然，居安思危。与其恐惧未来，不如把恐惧转化为行动，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和改善。毕竟人类面对灾难最强大的武器，不就是及早防范与彼此合作吗？如果真的有天使在守护我们，那这位天使的遗言想必也是希望我们团结、冷静、充满希望地走下去。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关于预言与现实的故事分享到这里。究竟2025年的7月会发生什么？很快我们就能见分晓。希望到时我们回过头再看龙数量的梦境时，能心怀感激地说，幸好我们准备了，幸好我们平安。即便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也不会觉得白忙一场，因为我们从中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大自然相处，以及如何守护自己和所爱之人的安全。预言也好，传言也罢，其意义或许正在于让我们更加珍惜地过每一天，让我们带着谨慎而积极的态度迎接未来的日子。祝大家都平安。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